我现在在地狱里面开了一片空间，这并不是手挖的，而是我用镭射枪把它调成了爆破模式，像这样。只不过就是你的枪耗电会比较快。那么我们一会儿要在这里放下盾构机，我们先打开 F3 来看一下坐标。现在的高度呢是113，我们就在这么高的地方用盾构机先来开一片空间。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地狱里面炸出一个空之域。那么现在用原石标的这个点呢，就是这个空之域的其中的某一个角落。空之域的中心坐标是150，也是一个非常好记的坐标。我们再以它为中心，往4个方向分别加大概130的距离，就可以确定边界了。现在就开始搭建盾构机。这种盾构机呢，我们要做2连发的。我们要尽量把地狱上层的空间给拓宽，这样才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轰炸。我这边稍微花了点时间把它做好了。由于现在是在服务器里面，我也不太方便去备份，我也是花了好久来检查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开机了。好，一切准备就绪了，那我们就准备上膛了。哦，有人要过来看我们打炮了，来，我们来回复他一下。好，坐标给你了。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做一个开关呢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补上开关。这下面呢，我们要给它装一个粘性活塞，是用来拉着后面的粘块棒棒的。这个时候就体现了有喷气背包的好处。哎呀，放的不对。我们最后再来转一下这里的侦测器。我之前没有把侦测器放正，是因为它在放下的时候就会发出一次脉冲，这样就很危险。哎呀，不要管那么多了，我先开炮了。犹豫了那么久，犹豫就会败北。哇，成功了，一次性就做成功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机器还是很容易做错的。那我们就继续向前推进。哇，终于来了，我的小老弟！来，快站到上面来，不然会被 TNT 给炸的。看起来是不是很威风的样子？哇，你挺会站的，站在这个地方都不会被卡掉下去。我都还没有发现这种风水宝地。这尼玛怎么就炸膛了？咋回事？你网络不好吗？哎，我们来修一下吧，这是怎么搞的？现在有3个人来一起开盾构机了，我就来负责开，你们来填岩浆就行了。Nice， 岩浆被他清理掉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炸了好远了，就差最后的几十米。你看那边都已经一眼望不到尽头了，但是这一头呢，就已经炸到我们的地狱交通里面来了，这得拆迁了呀。距离上一次开盾构机呢，已经过去了几天了。如果看了我另一个账号上面的视频的话，我已经把盾构机进行了一些改进，就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。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家里有哪些变化。这边是盖了一座大楼，那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看一下。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有几个核电站，特别的有威慑力。然后啊，我把那些悠悠物质的机器全都搬到这里来了。这里2个核电站呢，有一个是我做的，还有一个是别人做的。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来日常量量电压，还可以。今天的发电量有2000多 EU 每 T。现在的悠悠机呢，我们在生产钚矿，这种钚它是一种核燃料，不过我想把它放到同位素发电机里面，因为这样就不用有人值守了，可以永久发电，不要人管。我们也是吸取了上次炸地狱的教训，我们的盾构机几次都差点被恶魂给炸烂了，最后呢还算是运气好，恶魂它只是瞄了个边而已。真是名副其实的描边大师，所以啊，我一会儿想去弄一个地狱伪和平，之后再在地狱里面工作呢，就会很方便。哎呀，这个冰块搞毛线啊，材质出了点问题。好，先不说这了，我们来看看地狱伪和平要怎么做。我打算顺着这条路一直挖，必须要挖很远，跟我们主世界伪和平一样，一定要坐在没有人去的地方。我们挖洞呢也很轻松，直接用镭射枪把它调成水平模式，就可以很好的挖隧道了。我们已经挖了有大概500个了吧，这边可以看一下，隧道很长。我把冰块也给铺好了。我们这一次伪和平呢就不用什么刷怪龙了，我想在主世界那边做一个刷怪塔，然后将刷出来的怪物全都推到这边来。这里面的梯子呢就是防止怪物窒息用的。
因为我想在这里面堆至少140个怪。到时候门的这一边呢，要用墙把它给堵起来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区块边界，打开 F3+G， 哇，正好贴近边。我们要拿个漏斗戳向那个区块，要让它保持弱加载区块。我们再往漏斗里面呢塞一些物品，好，那么这个漏斗就能够起到加载作用。那么强加载区块呢，我们需要依靠工艺2的区块加载器，我们一会儿都把它给带过来。好，加载器就摆在这里，然后给你再安排一个发电机，然后我们再拿出同位素燃料把玩。这玩意得小心点，因为它是有核辐射的，不过还好它辐射的时间很短。那么为什么不用复制地毯大法呢？我觉得没事复制地毯就会对服务器造成很大的卡顿，而且区块加载机它如果只加载一个区块，它是恒定耗电 1EU 每 T， 那么同位素发电机发的电量呢就正好能够跟它匹配。好，那我们打开门进去看一下，这边呢它是直接生成了在地面，我倒是想把这个门给它弄高一点。那么就在刚刚的几个小时里呢，我又弄了一个刷怪塔。这后面呢还有一个门，这个门就是给我走的，之前的地狱门呢就在这下面，是给怪物传送用的。我现在上了我的小号，这个号是专门用来挂机伪和平的，现在呢就要把主世界伪和平把它给关掉。关 OK 了，这样我那边的刷怪塔才可以开始刷怪。我这边已经在挂机了，并且里面开始刷怪，刷出来的怪呢掉在中间，只需要用水把它给推进去就可以了。哎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一会儿该怎么回去呢？玩家是不能够从地狱离开的，否则你堆了那么久的怪就会消失。我很机智吧？我又开了一个小号，专门用来管理地狱伪和平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从地狱离开，这里有个人守着，他们就不会消失。当我走了以后，再把小号下线就可以了。我已经顺利离开了，并且将这条路给封起来了，不然有人走到这里来，那可就糟糕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在地狱里面浪了。地狱空荡荡，魔鬼在人间。我们可以打开 F3 来看一下信息，我们只用看第5行的那个 or 冒号后面是个1，以及第4行1冒号后面是个0。通过这2个数据可以判断地狱里面已经没有人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，我们下期节目还会继续轰炸地狱。本期视频还是花了好长时间来做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3连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